来看看今天请到的几位情感导师是谁？他们是情感导师于博宏老师，欢迎；青年作家文吉尔老师，欢迎；情感导师曲薇老师，欢迎；情感导师严品红老师，欢迎。接下来的时间，就让我们一起分享4位导师的人生智慧，看他们如何帮助我们的嘉宾朋友走出情感困惑。来了解一下第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，各位请看。我特别讨厌你有钱之后就飘了，天天打麻将，爱慕虚荣，乱花钱，买各种奢侈品。我都快60岁了，我受了一辈子的罪，你还不让我享受几天？我特别讨厌你性子急躁强势，不给我面子，打击我自尊心。你也知道自己慢啊，磨磨唧唧，有多少生意到你嘴里都让别人抢走了。我特别讨厌你溺爱儿子，张口要什么给什么，现在变得虚荣心强。我是年轻的时候也没穿过好的，没钱没有条件，我想把自己所有的遗憾都弥补给我儿子。儿子是我天底下最亲的人，所有的好我都要给他。有请这对夫妻，有请。男嘉宾李先生53岁，来自吉林长春个体；女嘉宾周女士56岁，来自吉林长春个体。有请2位，有请。欢迎2位哈。主持人好。好，今天是您要来控诉了是吧？对呀，我觉得前20年吧，我非常的幸福。这个10年我老抑郁了，我都快要疯了。没事，不着急，说怎么了？这10年怎么就快抑郁了？我们俩吧，三观实在是不同。比如说吧，生活中那点小事儿，他性格太急躁，有的时候就太强势。有时候我为啥没说？我这一说，我说1句，他能说10句，就这个概率。有的时候。你像我们也做点小生意，跟客户谈话的时候，有时候我正跟客户谈话呢，他把手机拿过去是他说，有的时候我说那你说吧，我这那你说他说话这么慢吞吞的，我们这个竞争可强烈呢，我们是做双缸生意的，就说那客户我们家就是跟前就老多点的，他那说话老慢吞吞，哎你好啊，没等说完呢，人家客户。人家可不管你说话这么慢。我说那你说的快，你也解决不了实际问题，有的时候已经就是。他说话有时说不到那个档处啊，人家问你多少钱1平啊，你就快点说，吞吞吐吐的啊，多少，我这个质量好啊，他就不说那正题。有时候我就生气，我把电话我过一拿，我说哎喂你好，我就赶快说吧啊，他说啊你咋瞧不起我呢？你咋看不起我呢？我没有男子汉军颜了。就这非天天讲这个爷们儿，讲自己是男子汉。你说跟我俩2口子有什么男子汉呢？咱们生意抢到手就行了。我都忍这20多年了，我还当什么爷们儿？啥都他说的算，今天他说。那您现在还是不是爷们儿？我不是也不是啥爷们儿。他生活中不单单是，你连爷们儿现在都不是。主持人，就他生活中不单单说是这个事儿，啥事儿都管。我这是也属于是老来得子，所以说我拿孩子非常娇惯。您孩子今年多大呀？我孩子今年才21。我儿子56是吧？对，我是老来得子，30多岁。30多岁，我那个时候也是属于大龄产子嘛，所以生下来是我儿子的时候，我是老高兴了。所以说我这是非常娇惯我这个孩子。他说到孩子，我就更是生气。孩子他就宠的一点样都没有。现在小学3年级买手机，4年级买电脑，结果这孩子你说干啥？净玩游戏了。别说话了，他俩就背着我去把这东西买了。就拿我不存在了，就这么干。你说小学3年级我买手机，我买手机的目的不是说让孩子说的我有钱我买手机，是因为呀这孩子我家因为相当忙嘛，没有时间接送，我就是让咱孩子吧，说晚上一个男孩子他淘气呀，晚上放学的时候我有个沟通，我说儿子到哪儿了，我这不拿孩子教吗？我怕小孩打仗。这可倒好，他天天骂我啊，孩子学习不好是因为啥呀？至于到现在也没考上大学，考的中专吧？哎。那你觉得你每一件事都对呀？我给孩子买个衣服吧，他也说不对啊。这孩子这个时候能穿这样式的衣服吗？我给孩子买的确实都是牌子。那咱们什么家庭？你买那么贵的？我什么家庭？我想当初他给我3万块钱彩礼，我自己又花2万块钱，所以说我现在开上这个点儿。那我辛辛苦苦，我前20年确实正干，就是说相当能干了，就是吃苦耐劳的。不是您就说前2年您挣了多少钱吧？我第1年的时候吧，我们俩还得说挺合财。第1年的时候我就
接近挣了10万块钱。那个时候10万块钱是，第二年呢？第二年那就30年前啊，10万啊。第二年吧，还是差不多15万吧。现在我们的年收入都是30左右个吧，都保是30。守了吧？有点保守，他那还得个时候吧还去点花可以，的。能干点活。就最近这10来年就飘了。飘了，哎，干嘛？不干活了，有时候出去玩一玩，买一些包东西，就大把大把的我飘花钱。了，我辛辛苦苦哎我干那么多年，我这说50多岁了，我也应该飘的。买包大把花钱，给孩子买东西也是，被子我有的时候。天天磨磨唧唧，我买个包吧。几千块钱的包，到家回来我说几百块钱，多少钱呢？我说300块钱。哎呀妈呀，真不少！上大棚里买个包就80多块钱，背着老舒服了。带俩瞎眼睛还得扫那包上2维码，有时候让我气得我摆那2维码。大棚买个包就7、8、10块钱的包，背子不一样，也能装东西吗？啥装不了啊？你非得买那么贵的有啥用？那你说那咱们那个年代是啥年代呢？现在你有钱了就享受享受吧。我也告诉他，我成天告诉他，我不是对他不好，我说的你也老了，就50多岁的人了，你也别干了。我不干咋整啊？这孩子这么小，其实他就是干的命，他烦人都烦透了。你不干，你这钱从哪儿来呀？怎么去花钱？咱家有工人，你可以让他干，你可以推第2线了，你就是干的命，你别跟我说别的。哎，他烦人，他烦到啥程度？主持人，我告诉你啊，你看他这50多岁吧，就跟他老父亲那个生活习惯是一样的。晚上7点钟地保睡觉，晚上7点睡觉啊，早晨起来4点多钟的时候开始醒着，哒啦哒啦的在这个客厅来回走。哎呀，给我烦的，那没有那烦人的。那你说他得烦人，那烦人。您这要一天不做买卖，您都干嘛呀？不能成天买包吧？我前20年嘛，我也跟着做买卖，而且我就说您这10几年来，我这个10年的时候吧，我确实有点变了，就是说的，逛逛商场，完了平时玩一玩。有时候玩玩，方城大战对吧？对，您应该在你们那地方打麻将还算有名气的人吧？有时候夜不归宿，那你到时候白天补觉，晚上干活。我有的时候干活10点来钟回来，他还没起床呢。您晚上不回家呀？我不回家，我就春节那天，我们俩分居呢，我也不相磕碜，就实话实说，就因为那天大战，就说我打麻将嘛，我这一辈子没有别的哈，我老了是为了娱乐吧，我玩我觉得我没有错。你还想爱好多少啊？那你说我这么大岁数了，玩一玩算是什么大错误吗？以前我干那么多年呢，我辛辛苦苦。我为什么说您在那儿打麻将还挺有名气的？您娇羞了一下，那是为什么呀？确实有名是吧？啊？我打麻将嘛，可是他是我的师傅。想当初我们刚来的时候吧，他晚上没啥事的时候打2块钱小麻将，我那个时候相当会过日子，1分钱我都掰2半花。他一打麻将我就不让他玩，我说别玩了，那这输20、30我都觉得心疼。哎，他说啥？哎呀，你也玩吧，明儿我教你，这玩咱们也输不了多少钱，这也不算，这就是娱乐嘛。我教他为了把我管他教我，你有啥正经事你就是抠，你上市场上买菜，哎8块钱，你说给人7块5吧，人家是8块3，你说给8块也可以。我的妈呀，我都嫌他现眼丢人。那你以前怎么不嫌他呀？以前我看他刚开始他是挺老实挺本分，现在不是啊，现在我为他嫌弃他了呢。我说他不服我了，我让他上东他上西，已经完全脱离他原来的那种本质了。那我为什么现在我这个岁数我还什么事都听你的？你说的不对，我得听你的。那你现在跟我俩搞分居，说的今年挣钱 AA 制，那是我的钱，那是我打的江山，那你有什么权利 AA 制啊？你就净身出。你怎么去打江山呢？我这些年就白干了，你打的江山？不是你这是分居啊，还是要离婚呢？他已经跟我分居了。分居多久了？从哪就是年三十我确实出去打麻将的。他这些毛病。年三十出去打麻将。我们这一次的激烈战争就是从年三十那天。为什么年三十打麻将？那年三十吧，我包完饺子了，我儿子在家，我说等妈妈回来给你们煮饺子，我就去玩一会儿哈，他也同意了。完了玩到第3圈的时候吧，我有一个闺蜜，她是离异的，她就这么说，她说你们年三十你就陪陪我过这一个除夕得了。她说你们天天的跟老公孩子在一起，我闺蜜吧对我挺好，我们俩是可以说是知己，无话不说。哎，我就说为了人情吧，我看她挺可怜，真的，我这人心眼好嘛，又陪她，结果回来到2点半，2点半回来之后，我就觉得我当时我心就有点
就是有点蹦突，真突突，走到门口就突突。人家没吵没闹，我一看这个就是比吵还闹事情还严重呢。啊，人家说你回来了，我说回来了，我说的我就跟他解释，跟闺蜜谁谁谁他都认识啊。完他说你不用说了，他说的咱俩应该好好聊聊了，好好唠唠吧。啊我一听就完了。完人说完之后，我儿子那会儿已经都睡觉了。说完之后，小邢的我们家住的是悦城，人家就我在4楼，人家拿到1楼去了，我也没有挽留。反正我寻思，我想想吧，我也不那天对，晚上唠的我也对。什么呀？人没明说跟我俩彻底拉倒啊，这不是原话，就说的，今年咱们挣钱哈，从此就是 AA 制，我也不用你，做的饭吃了，我就在这个1楼，你就在这个4楼，那这不就相当于直接告诉人，就算没说孩子小啊，孩子还刚处女朋友，他别考虑多吧，咔呀，我俩要真离的话，这不影响孩子吗？人家也尖也聪明，人家这就跟离世一样的。所以说我就挺压抑的，人现在一直分居。那你这么下去，那你还过有啥意义呢？这没有意义。您真不打算过了？那不打算过来。他现在你说成天出去是玩儿，挺些天我都没玩的，大手大脚的花啊，你说怎么跟他过？所以您指的这 AA 制是什么意思呀？这分家怎么个分法？您把它说清楚。分家现在我还就得我到会儿我没打算怎么分家。他那 AA 制就是说，今年因为我们的客户吧，就是说他的手机吧还是很多的，毕竟他是个男人嘛，就是他的客户老多，我们都是回头客。他挣钱就不往我手交了，我这整钱这么的，我在家也不接活。他就花呗。对，人家这个就是这个 AA 制的意思。我这一听 AA 制，这不完了吗？我这个。这个经济来源不给我断了吗？不是，您是一大老板，您在重出江湖啊，那有啥呀？我重出江湖的话，现在他的客源比我多呀。他说 AA 制的话，我就寻思完了，我这个经济来源是没有了。后来都惊动我儿子了，完我说儿子你去，跟你爸了说去。我就把我所有的苦都跟我儿子说了。我说你使劲说你爸，你好好说，你都20多岁，你已经成人了。我儿子下楼就去说他爸去了，回来之后我就听到我儿子给我报仇呢哈。我看我儿子眼泡红红的，回来之后哎，不但没说他爸，反而咔咔咔给我说一顿。我就是心凉凉的。我现在我也想好了，离就离吧，我也不顾恋孩子了，你乐咋地吧。反正今天来呢，我跟这主持人跟这个嘉宾他也都说了，我心里就敞敞就行了。你们看看到底赖谁吧。不是赖那这事儿赖决定完赖谁之后，咱干嘛呢？他说咱得有个方向啊。他说不过就不过吧，把我逼急眼了。我儿子还向着他，你说我爸爸多辛苦啊！妈，你太强势了啊！你太强势，啥的，你给我爸点军烟不行？我说我啥时候没给他军烟？我给他买那衣服都是最好的服装，哎，结果呢，第2天整下发泡。那我干活我能像你穿的那么利索吗？那你不小心点，咱家有工人，你让他们干还不行啊？你就是那样人邋遢人。我自己不伸手，工人能那么跟你干吗？生活中的邋遢事有的是，回家不洗脚。因为咱毕竟是干的小，不像人大老板，所以说我得天天跟着干。回家不洗脚啊？哎呦我天哪，提他那事儿呢，回家不洗脚。我为啥我说他变了呢？以前的时候吧，我说你赶快洗脚，好，自己打水就洗脚，恨不得我的洗脚水他都给我端了。这下可倒好了，到家把鞋一脱，你想一想他那个坨那个大个儿，他干一天活，那你都能想象出来这个空气啥样哈，把我气的。有时候我可不是贱的，我给他洗脚，我就把那个水打来之后啊，倒上醋，我就给他洗下来。你出于感激我也行啊，他都变啥似的。小瞎眼睛一眯，在那还装爷们，就想好像享受似，我气死了都要，把我就把我气都不用提了，我就是那个心像炸了似的，我嘴不心慌，哎妈，就这样还装爷们，哎，你要是不给他洗，他就不洗，我真就不洗，我就让你这个空气污染。管着我什么非得都听你的，有时候洗脚不说，有时候我也洗了，有时候塌了性子急，到家立马那口气就说你到那儿就是插水里，恨不得拿出来给我洗完了。他越这么说，到会儿我就逆反心理，换小孩我就不洗了。哎呦，您还知道小孩心理就不洗了？行，对我越让他洗越不洗，越真整着我。我问3个问题啊。真不打算过了？我不打算过来，他也真不打算过了？真不打算过了。你确定啊？确定。肯定啊？啊。你信他说的，他真不打算过了吗？
你信吗？我吧，就是对他的心理分析哈，他现在确实是说的，不过也行。我就是说以前吧，他可真不敢。现在为啥他敢了呢？他觉得呀，他这个翅膀硬了，我给他打的江山，他已经说是。所以你就这被这个臭钱烧的，你还看不出来他那话是什么话呢？我来问您一个问题，当他说他真的不想跟你过的时候，你心里什么感受？我说实话哈，我要是说的，说真想不跟他过哈，我就不来这儿了。那你说，就是我说起怕呗。来我都有点激动了，对你还是怕失去人家呗，怕失去这个家，怕不怕？怕不怕？我说实话。稍微有那点，一点都不信。那不就是臭烧的吗？来听听老师们怎么帮助你们，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王红兄，一个富裕的家庭，本该是和和美美、幸幸福福、舒舒服服，怎么会过得如此的一地鸡毛呢？你们两个人快步入老年了，你要知道，人老了什么变数都会有。今天你们家生意很好，家财万贯，保不定哪天发生意外，一贫如洗。有钱是好事，有钱越加要珍惜。我们中国人讲锦上添花，你为什么不给孩子做个榜样呢？所以今天你到了这里，你也渴望着我们帮你来说话，因为事实就放在这里，我们也变得轻。所以现在需要反思的更多的是你，你不要耿耿于怀于以前老实听话的丈夫，怎么现在造反了，还要跟我离婚了？不是因为你上了年纪，他变心了，是你现在生活变态了，你明白吗？谢谢，谢谢博红兄。我觉得首先是这样，第一点就是阿姨，就是对于孩子你是可以宠爱的，但是不要溺爱，因为父母爱子女则为之计深远。你要想一想，说你培养他成人，你树立他的三观，未来他没有你之后，他怎么面对这个世界？你要给他以榜样去引导他成为他自己，而不是成为谁的附属品，或者学会张口去问谁要。这个是不对的，一定要培养他独立的人格，同时呢，要在他面前去树立他的父亲一个威严的人格，这样子他才会有男子汉的担当。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就是阿姨有一个措辞，我觉得以后尽量不要用，就是你不要去跟你的丈夫说“我打的江山”，不是这样子的，就是你们俩现在所有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是你们两个人共同经营、共同拉扯，然后一起堆砌出来的。你看你们俩的性格，其实我还觉得蛮互补的，就一个是冲型的，然后一个是守型的。我建议马上回去召开家庭会议。这个家庭会议是需要阿姨、叔叔以及你们的小孩3个人一起参与的。比如说现在妈妈提出来说，哦，接下来我们家庭有个什么样的议题，我们可以怎么样改变。然后爸爸也提出来说，哎，我觉得我们家庭中有什么议题，然后我们要一起改变。然后让你的孩子也来参与，然后你们一起投票，你们一起做决定，3个人一起来见证彼此的成长。我觉得这样这个家庭就会很好、很和谐、科学的发展。谢谢。谢谢文老师。徐总，我突然想一个问题，钱多了是好事儿吗？是，有些人不适合发财。
我大把的花钱来弥补我当年创业那么辛苦，那这有点报复性的消费。理性的消费，在自己实际拥有财富的基础上，我认为买一个稍微贵一点的包，我觉得也不是我们一定要拿出来抨击的。当然，我认为节约是美德。那我其实想说的是，我们每一个人这一生当中，随着境遇和随着我们内心的成长变化，它在某一个阶段会发生不一样的变化。就本是夫妻同心同德去做一件事情，拥有同样的生活方式，对吧？当年你们都很节约，但是在我们就是物质财富相对稳定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发生了变化。我们的夫妻关系如何在变化当中找到一个融合相处的方法？我认为我们尊重彼此，给更长的时间去融合，互相影响，最终一定能找到一个彼此都能接受的方式。和平相处是你们真正未来要努力去做的方向，好吧？谢谢。谢谢杨老师。大姐，我们探讨个问题啊，你麻将打得好对吧？还行。我这打得不行，请教一下，麻将的核心是什么？麻将的核心就应该是赢钱吧？啊？麻将的核心是赢钱，所以我估计打麻将你肯定打不过我，虽然我打得不好。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麻将？麻将竞技体育嘛，现在进入了。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麻将？麻将是在无序当中去寻找有序，把牌推掉了，随机的码出来，几种牌型在那是无序，对吧？通过一定的规则把它变成有序的时候，输赢自然就出来了，对吧？是吧？所以洗牌是个特别有意思的过程，对吧？是吧？那是我们生活的一种特别本真的一种状态。我们总是在无序当中寻找有序，有序之后我们赢了，重新洗一把牌。明白你啥意思了？你看您是聪明人嘛，买卖做的那么大啊，脑子是一定够用的，我就不多说了。所以您就琢磨琢磨啊，守规则，不守规则怎么赢？剩下的事儿你们自己看。下面这1分钟，希望你们能珍惜。让我们一起进入192就要爱真情60秒。老公，今天我也温柔的叫你声老公。我觉得你以前辛辛苦苦的，其实我也挺留恋这段感情的。我也希望你呢以后，还像以前那样对我。我呢也改掉我的一身毛病，我也不再少玩麻将，我也不再那么强势了。我希望你能接受我，给我以前的幸福，我们还是成为相亲相爱的一家人。那你改了就好吧。我会改的，我也希望你能多包容我。咱们这个年纪了，不像年轻人，虽然没有浪漫，但是你依靠我，我依靠你，咱们俩就是过好这种夕阳吧。就是我希望你能理解我，我也理解你。行，挺好的，能低下头来就不错嘛，别太固执了啊。反正你也打麻将，你也明白是怎么回事，牌总是要凑凑的，是不是？谢谢2位，请回吧，谢谢你们，请回。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我们栏目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3606301，情感困惑的观众可以来电报名，不收取任何的费用，小心被骗。来吧，预测一下吧，博红兄。确实，老年的幸福生活只是有钱是不够的，情才是重要的。今天双出是肯定的啊，因为今天的妻子，她有2个准备，一个最好，我愿意低头；另外一个，我要面子的离开，体面的离开。好，罗老师。双出啊，新时代的幸福家庭。好的，努力奔赴。来，徐总。双出是肯定的，就希望女士呢别迷失自我，男士呢别放弃感情。叶老师。双出吧，找到和平相处、和睦相处的方法就好。好嘞，来，咱们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，请开门。快躲2步吧，别端着了。对，你们俩谁主动一点？
哎呦哎呦，从大年30到今天呐，我有来被甜到。我们一起见证他们的齁甜时刻。各位请见证啊，多抱一个，多抱一个。我每次觉得这个环节就在惩罚我，真的。文老师这意思，我是单身的啊，对大家可以通过我们栏目来找文老师，是这意思吧？啊，对，可以投一下简历。来，请亮灯。你看他们已经不愿分开了，分居了这么几个月。哎呦呦，对，赶紧回去，不能分居了，这特别不利于和谐家庭。回去吧，手牵手走吧。哎呦，祝你们幸福。谢谢老师请回，拜拜。请回，请回，请。来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，各位请看。我知道你忠厚老实，才会傻乎乎的被人骗。我最讨厌你情愿被人骗，也不愿意保护自己的利益。你有能力把账赊出去，就应该有能力把账要回来。别人都有难处，低头不见抬头见的。况且当时我们也是为了扩展业务，你不赊给人家账，人家就不给咱们生意。别把一堆的账留给我处理。作为一个男人，没有保护家庭担当的责任，就知道逃避。我一定把剩下的账要回来，不用你操心。有请这对嘉宾，有请。男嘉宾孙先生47岁，来自吉林，司机；女嘉宾徐女士51岁，来自吉林长春，自由职业。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。主持人好。你们俩是什么关系啊？夫妻关系。结婚多少年啊？25年了。孩子多大呀？一个24，一个23。都结婚了吗？没有，都刚毕业。那你们这活的应该很清晰、很明白了，跑我们这儿来干嘛呀？我觉得我嫁到他们家之后，一直都是在付出，不断的付出，没得到任何的回报，感觉到挺委屈的。那你说吧。我们是1999年认识的，闪婚，2000年结的婚。结婚以后生下来2个孩子，由我和我的婆婆带着。她在家里头呢是种点地，养点猪。我不让她养，她非要养，没有啥经验呢，养猪赔了，赔钱了。对，赔钱了。那为了生活猜得到，没招回来。之后我一赌气就回娘家了。啊。当时我一个表哥吧，他养车，他养货车送砂石料。我感觉到这个行业还算可以，当时买不起车呀，怎么办呢？手里没有钱，我就跟我老嫂呢借了1万块钱，我就买了车，跟我表哥一起就做这个砂石料。这个砂石料呢，我一做就做了，养车就养了17年。哦，等于你们家这份家业都是你打拼下来的，是吧？对。那你先生在干嘛？可以这么说。你开车？开车，对。这不是挺好的吗？当时养车的时候吧，确实是挣了点钱。第2年的时候，我就有一个想法，我就想去考票。考票是干啥？考票就是我也想考一个驾驶证。嗨，他想开车。你要考驾照？对，我要考驾照，但是当时他，不同意，他觉得是咋的？你看刚买车，然后这个车钱呢还不够，都是借的。当时他不同意。你是第2年想扩大生产规模，是的，这意思吧？是的，他没同意。对。没同意怎么了呢？没同意，我没听他的。我就是考完之后呢？考完之后，我家这个生意就越来越好，车不够用了。他就我爱人就想了一个办法，他说，咱们再加台车吧。我说我加台车，再加1台车，谁来开？你不是有票吗？你开。对，他说你有票，你不考票了吗？你来开。我说我是新手，我开不了，因为他毕竟是货车，不是小车。不长时间他也没听我的，背着我就把这车就买回来了。他就第2天就把我就是车买回来了，就把我带到道上去了，让我上道。那这怎么办呢？我这也没有办法呀，谁让自己考票了呢？是不是？所以我就好可。您就告诉我们，您开车之后成没成？
成了啊。必成。对。我这段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啊？就是你们家的这个发家史，实际上面是一个农村女性的一个成长史和致富经。你们家的这点基业基础，不仅是你出主意，你借的第一笔钱，同时也是你在路上辛勤的和老公一起跑路跑出来的。我这么理解行吗？可以，完全正确。后来发生了什么？但是后期不就是师傅送货嘛？送货那时候，活也不怎么好，但是那行业都是往外赊账，赊账也外边赊了不少钱。完了后儿就是知道这个钱的事儿，我俩那时候就开始闹意见了。欠了多少钱？别人欠你们10多万吧。谁的责任呢？当然是我老公的责任了。我跟他说了，我说咱们送料的时候，货卸了之后就得给咱们付钱，一手交钱一手交货。后来他就不按我这程序走了，因为经常送的时候就是赶赶的就熟悉了，这一熟悉，这人家下次你送料再给你结账吧。所以他就相信人家了，这样一次又一次的呢，就这样积累成了习惯，最后导致成呢就是别人骗他钱，这个钱呢就是瞎了，这个钱就是人家走了。哦，后来这个钱怎么解决了？后来这个钱我俩就发生争吵了嘛，我让他去要，他就找各种借口。他总觉得就是我抹不开要，我们都熟悉，就是反正各种原因吧，他这个账他收不上来，让我自己来收拾。我最后我把自己的这个料钱，我成功的就是基本上就全部追回吧。现在目前就差了也就将近2万块钱左右，我挺知足的呀。哎呀，你这很厉害啊！是的。能把钱要回来就很厉害。因为那时候咋说呢？你说咱们是吧，都是一个农村出来的，你往出赊就是活没有那么多，所以来说赊了呢，钱有时候说要就不好要，或者他就知道这个钱的事儿，我俩就经常吵架。完了他就说我没能力嘛，你就管知道干活，不知道要钱。那肯定是啊！你上超市去买货的时候，你不给人付钱，超市会让你把东西拿走吗？那为了挣钱，或者不也是账你不也要了吗？是不是？要是你要的吗？是你要的吗？所有的账是你要的吗？你要回来几份账？我问问你，当时所有的账都是我要的。去年这个时候，我去了一趟江苏徐州，那这份欠账的欠了我是12000块钱，3年了，打电话也不接，上微信也不回。这都是你造成的吧？一个是料钱，第二个是你借给人的钱，你把钱借出去了。听懂了。问一下先生啊，是不是有一段时间其实行业就是这么个规矩？是那个就是先送货，送完货我这边拿了钱，我再交给那个。对，是吧？对，行，明白。他就不理解这个是吧？那是。所以你总觉得他是因为窝囊造成的，是吗？是的。或者不上心造成的。他总觉得全世界的人都是好人。好。他这个人吧也比较老实。明白了。他这人怎么了？比较什么？比较老实，也比较诚实，所以就说他总觉得他不去骗人家，人家这老实人是好还是坏呀？我感觉到老实是从哪一方面老实，是不是？如果要是忠诚的人吧，你可以老实；你不忠诚的人，你说你这么诚实，你总觉得你诚实，对方也诚实，那可能吗？也不现实。那老实算是好人品吗？可以这么说吧，算是一个好人品。那就他人品还不错是吧？对的。好。接下来要问先生了，你老婆在家里是不是特别厉害？很强势的一个人。很强势是吧？她是不是经常当中会呲楞您啊？那是常见。常见啊。除了呲楞您，她在家里还呲楞谁啊？孩子了，那样话呢，反正谁犯错误了，谁都可以那什么。你也别这么说。我没问完呢，你别着急啊，你得给她留点面子。要是爹妈呢？爹妈有时候反正咋说呢，生气了他也说，但是说的好像照我们应该能轻一点，就这个。也就是他其实是一家之主是吧？对，想呲楞谁就呲楞谁是吧？对，是这样吗？是的，我这人对就是对，错就是错。好，我就直接问了啊。可以。我觉得你跟你婆婆关系应该特别糟糕。因为你这性格好像婆媳关系挺难处的，是吧？对，是的。这，怎么什么都对啊？你这怎么说呢？敞亮啊！难处到哪儿呢？就是说，如果要是婆婆对的话呢，我也不是说的，就是鸡蛋里挑骨头。但是公公婆婆要是不对的话，我可以把不对的事情要说出来。比方说，我跟他结婚的时候，我生了第一个孩子的时候是一个女孩。当时呢，就是因为给孩子做一个小被子嘛，
农村嘛，我婆婆就比较仔细，她把就是大人那个被子给拆了，拆了之后呢，就要给孩子做小被子。但是呢，拆完之后我一看那里边那鸟窝特别的脏，我说妈，你就用这个鸟窝给孩子做小被子吗？她说你看一个小孩子那使他做不可以吗？我说我第一个孩子你就这样善待我的孩子吗？那也是你这亲孙女啊，是不是？那大人都能盖好被子、新被子，我为啥要让孩子受委屈呢？所以就是因为这个，我跟我婆婆吵起来了。但是她一再就站在她母亲那边，她觉得她母亲做得很对。哦，那你应该是经常跟婆婆吵架吧？不经常，因为。我是2004年，我就是上长春了，我做买卖。因为我这2个孩子都是公公婆婆给带大的。没去长春之前，没养车之前，跟那个婆婆吵了2次架。还有一次就是因为婆婆给孩子买那个奶豆嘛，婆婆仔细买的那个奶豆啊是比较就是没有营养的那一种，但是我给孩子买的那个奶豆呢。是比较有营养的那一种，所以就说因为这个也争吵过。吵到最后怎么收场呢？吵到最后离婚了嘛，我俩在那个2002年离的婚。对，2002年离的婚，我俩是2005年复的婚。这都离了，为啥复啊？怎么说呢？就因为孩子嘛。当时通过他侄儿带着说服人，然后把我又。重新的就是带到他家吧，怎么说？就算求回来了是吧？对，求回来了。复婚是吧？对。对。所以其实你公婆其实对你们家贡献很大，对吧？对的。其实怎么说呢？除了就是鸡毛蒜皮这点事儿吧，我公公婆婆功劳还算是比较大的。在这个我的心里，我挺感激我的公公婆婆，因为我们出去到外边去打拼嘛，孩子都是公公婆婆给带大的。所以你接下来要干嘛呢？你看你们家什么事儿都你做主，现在孩子读书也差不多了，对吧？外债也要的差不多了，对吧？对。这老公又是你说又人品好，公公婆婆人也不错，功劳又大，您今天跑来干嘛呀？要是讲一个女企业家的发家史，我怎么从养败了几十头猪变成了家里拥有好几辆车的运输大亨，是这意思吗？怎么说呢？就是，最让我受委屈的一件事呢，就讲委屈。就是我有一年是让车给碰了，然后我这腿碰折了，然后我就住院了。当我住院的这一段时间吧，我就没咋就是跟我的老公联系，因为那时候我住院的时候，我老公他养车嘛，我2台车就忙不过来了嘛，我就没寻思他就是有那种就是不正当的想法。他就是说的，在我住院的那个时候吧，他在家里的可能是也比较就是孤单一些吧，他就是跟人家在 K 歌全国 K 歌那里边，他就认识一个女的，然后他就跟人家私聊上了，我也不知道啊。之前我就是那也不算什么私聊，那就是那阵吧，他咋的呢？腿撞坏了，完了他住院，我们白天有时间我去看看他，晚上回家了吧也是没啥事儿。所以就是说那时候吧 K 歌就是自己搁家没啥事儿嘛，完了 K 歌认识个女的，咱是也没有什么太哪的事儿，完就是说没啥事私下聊聊天啥的，问问吃饭了啥的，因为我跟他俩吧。我问你，那你为啥你老婆在医院里头住院，你哪有心情和别的女人去聊天啊？她是别人的老婆，你为啥要惦记人家吃没吃饭呢？那些聊天记录都被我发现了，知道不？你们咋聊的天你不知道吗？你又睡不着了，你又担心人家了，又惦记人吃没吃饭了。那也没有什么顾忌那我要是说有啥秘密的话，我这手机为啥给你号我不给他删除呢？是不是？那不也没删吗？你是没删，密码你是没删。但当时我住院的时候，你有什么心情能去和别人去聊天呢？我再问问你，我为这个家付出这么多，你是咋做的？我在医院里躺着，你不去伺候我去，然后你给家里头你和别人聊天，我是为啥？我就考虑你，我特别坚强。我说这个我自己多少也能挪动一些，我自己能下床了，我就不用你来回跑。
我是担心你第2天怕你出车的时候你睡不好觉，但是没想到你是这样做的，你把那个时间放到哪儿了？你把你睡觉的时间你放到和别的女人聊天上了吧？那不就是在你住院的时候，那不是属于说讲话了无聊吗？所以来说那时候就是搁那个配合顶聊聊天。那或者在你好的时候，我不也跟你说，你知道以后我不也是都删除了吗？再以后没有啥联系了吗？是不是？你是把这个事情了结了，但是我心里边却留下了结，知道吧？留下了伤疤。我为你付出了这么多，家里的一草一木都是我给你操办起来的。我嫁给你的时候，你家里有啥呀？现在你房子车，你买的楼，你不都是我跟你俩创造出来的吗？是，人家没说要跟您分开，就今天来把心灵的小窗口给他修整好，是这意思吗？不想修整了，想离婚。就不要他了。我的脾气不咋好，实话实说吧。他也接受不了。我俩来的时候也商量了，就是说，我说如果要是说的你接受不了的情况下呢，咱俩把这个心里的委屈呢都说一说。哦，听明白了，就是你心里也有委屈。对。我概括一下看对不对啊？我为这个家庭全情付出，是吧？但是我总觉得你是这个家庭拖后腿的那个男人，是吧？是的。虽然你人还算可以，虽然你的父母也为养育我们的孩子做出了贡献，对吧？但是你曾经跟一个女人的聊天让我心里过不去。是。更可气的是你不听我的话，欠了那么多的外债。对。我觉得你太窝囊了，我跟你过够了。是的。是这意思吗？是。好，您也是觉得这个女人虽然能干，但是脾气很大，是吧？是的。你怕有一天也忍不住，是吧？因为她太强势了嘛。哦。所以今天夫妻来其实是问，就是我们就这样，我们还能过得长吗？有没有好的办法？我这么理解对吗？对。是来调整的，还是说要干嘛？其实我的内心吧，嘴上是说是调整，是那个离婚，其实还是想就问问呗。就是我们夫妻之间有这么多的疙瘩，我脾气也不好，我看到他我就想发火。是的。有的时候我也不是这么想的。是。但是我就控制不住，我要呲楞他。你也知道呲楞他也不对，对吧？对。也知道这男人没有什么大错，是吧？是。也为家里也勤勤恳恳的付出了，是吧？是。行吧，那各位老师看怎么办吧？人家现在是功成名就，要追求幸福的生活，觉得情感质量没那么高，我们怎么做调整呢？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博宏兄，您在这个家当中的强势在于征服，他采取的办法就是骂人，是吧？您看您骂的最后，您的丈夫已经被骂得没有尊严，他刚才根本不敢回嘴。整个过程当中，我们耐心地听着您慷慨激昂的讲述，我也知道你为这个家真的是辛苦付出，全心的投入，对吧？对的。但是正是由于你这样的一种方式，搞得大家都不舒服，嘴上不敢言，内心很反感，何苦这样啊？您看上一次您说离婚，你丈夫照样和你离婚了呀。你如果今天再提出离婚，他照样又跟你离婚了呀。所以两位都反思一下，不容易哦。25年的婚姻，坎坎坷坷，风风雨雨，尤其是做妻子，您换一种方式试试，您或许看到的是完全不一样的状态。在一个家庭当中，所有人怕你的时候，这并不是一件好事情，你明白吗？谢谢。谢谢博宏兄。文老师，首先跟这个阿姨说吧，就是咱们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，我们要尊重对方的人格。所以你看他每次要张口说话的时候，你那个咄咄逼人的劲儿啊，他一个字也没说出来，完了我们就听到你的疯狂输出。干事业和经营感情、两性关系是两回事儿。你可能在事业上，你想什么都抓住机会，然后把日子过得好，红红火火，风风火火，这是你的性格里面，你底色里面的善良和热情以及真诚。
但是你们俩都已经过了这么多年了，你不可能你们经历了这么多磨难之后，你还是这个样子，因为他已经变成了一个像木头一样的一个状态。你一直这个状态，你不调整你自己，你会很受伤的。一开始你得到回应好一点，现在得不到任何回应，就没有必要把自己整得那么张牙舞爪的。所以我说，你先尊重他的人格，你先尊重他是一个社会上的人，尊重他的社会意识，这样你们才有可能进行有效沟通。谢谢温老师，徐总，丈夫的态度决定了妻子的脾气，妻子脾气越大，丈夫的态度就是越冷漠，这是导致妻子强势的最终核心的原因。他不得不强势啊，不强势这个家就支撑不下去了。你这边做点生意不收钱，还得他去讨钱去，你那大大方方的赊了，这边呢辛辛苦苦的去要，你美其名曰要面子，你肯定是一个要面子的男人嘛，谁不要面子呀？但是对于男人来说，最大的面子是什么？妻子就是男人最大的面子。你其实有一个非常好的妻子，她一直拖着你。为什么03年走了，05年又回来了？还是看你支撑不了这个家嘛？你也知道自己没有用，否则离了为什么还要求他回来呢？妻子啊，我注意到一个细节，当你在主持人的引导下，终于啊夸了夸老公的时候，那老公那个脖子不自觉的就往上扬了扬，开心呐，被老婆的认可，他开心呐。总是说他的不是，他就真的对你的态度是冷漠了。他需要认可，需要最亲密的人认可，好好的聊聊，多夸夸对方，你啊气就没那么大。就这样，谢谢曲总。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其实女士上场说是我觉得过不下去了，我想离婚，对吧？对。但实际上是你发现老公变了，你以前怎么骂他，他都不回嘴，他都听你的，他都忍了，现在不干了，是吧？但你心里很清楚，你想过，他不想过了，是吧？我忍了20多年了，我终于现在儿成女就了，我还忍你？他是面软心硬有主见，你可别以为他唯唯诺诺，他能让自己的媳妇儿祖国各地的去催债，你都不跟着去，你心有多硬？还好意思站在这儿说我老婆骂脏话，没扇你2耳光就不错了。你是个什么人啊？你是嘴毒、心善、有勇无谋，确实很有勇气，说干就干，咱不怕苦不怕累。虽然是个女娇娘，咱也要去开货车。是的。但你这么多年没把你老公的心真正弄到你心里，没把他真正拴在你身边，所以你无谋啊。咱做人做事有勇气敢担当，但也有方法有策略。他根儿上我觉得还不是一个坏男人，也顾家，对吧？也肯干。这些年你说鸡生蛋，蛋生鸡，怎么就变成了你们这个状态？你天天在家里飙着恶狠狠的话，他不吭气，其实心里已经把你筑在高墙之外。咱过去不提了，好日子其实应该开始了，家里债也不多了，孩子们都供出来了，你也收敛收敛你的脾气。咱以后别那种什么嘴特毒的，其实心里哎呦软得不得了。就跟公婆吵了2次架，今天场上夸了好多次，是他们功劳很大，我们家离不开他。你心里不是一个像你嘴上说的很恶狠狠的人，那咱们知行合一，快50了，软一点，女人要像水一样温和一点。男人都吃这一套，对老公稍微关怀一点，他其实不是个坏人，互相扶持到老，这才是你们人生的正解，好不好？谢谢。谢谢严老师，还差2万块钱呢。是吗？是的。啥事儿都别干，你把那2万块钱要回来。没有人抹杀你对家里做的贡献，你要看到，因为你的严重缺位，你的很多不作为，导致了你把一个温顺温柔的女人，变成了一个张牙舞爪的恶龙。责任在你，想让她对你温柔。曲总说的多好啊，一个女人对男人什么态度，是由男人对女人的态度所决定的，是那句话吧？对吧？
你想让他对你温顺了，你怎么做呢？大叫有用吗？想办法让他把那2万块钱要回来，至少要去要，你得去要，你得担当这个责任。今天反正就全力移交呗。想幸福吗？想幸福吗？想。全力移交，都交给他。你也学会躺平，知道吗？让老公干干，咱们也瞧瞧。一会儿啊，把嘴闭上，给他1分钟，让他好好说说，好吗？让我们一起进入192就要爱真情60秒。宝宝，这一年你为这个家付出了很多，老公也会努力的，尽量别让你操心。我不知道你说的能不能做到。我会尽量的去做，你放心吧，我一定会努力的。你对他还有感情吗？说感情。以后你讲话呢，我会对你好好的，我用爱来弥补这些个以前的，不是以前那个错过这些个脑子。不足。那我想问你，以后能不能做到，就是不和别人再私自聊天，你能做到吗？能做到。你确定你能做到吗？能做到。你看，习惯模式控制不住，给你时间说，让你做主，你都说不下来1分钟，就让您安静1分钟，这就做不到啊！谢谢2位，请回吧，谢谢你们，请回。博红兄，你觉得会出来吗？我想2个肯定是双出，因为这一对夫妻，只要看清自己身上存在的问题，走下去的空间很大。但有一点哦，尤其是这一位妻子，您看，为了这个家，一个女人愿意去考大货的驾照，然后自己去开大货，从这一点，我真的为她竖大拇指啊！生活当中很少。但是你翻回头来说的话，这也是一个女人一生的悲哀呀，太强了，多累呀，是吧？文老师。我也希望双出吧，因为我其实挺心疼这个阿姨的。我觉得她作为一个女性，能够挡在丈夫身前去为他支撑起一片蓝天，我觉得这个巾帼英雄啊，所以很辛苦嘛。对，来，徐总，双出是肯定的，所以说最舍不得这段婚姻的是妻子，因为你付出的越多，你越放不下，对，越珍惜嘛。来，严老师，这还是一对其实共患难的夫妻，走到今天，其实日子是可以过平静的啊。希望他们能找到更合适的相处方式吧。双出，来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，请开门。哎，一起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吧，请见证。我的老板，谢谢啊。请亮灯。谢谢2位，请回。谢谢你们。请回，请回，谢谢，谢谢。也谢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谢谢大家。